啊，一用200多赢了3000多美金啊，让我想起了上一次来 Vegas 的时候，刚好也路过看到有人中了1万美元的 jackpot。那上一次来 Vegas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2020年1月底。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是因为那天我在排队吃一家叫做 Oyster Bar 的餐厅，那排了1个多小时还在排到一半，突然大家的手机同时跳出推送，有人开始大喊 Oh my God， 那有人也怀疑是假新闻，但后来证实是真的。那一天就是 Kobe 直升机失事去世的那一天，所以我才会把上一次来 Vegas 的日期记得那么清楚。那算一算，也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没来 Vegas 了。这一次第一个原因主要是出差，那受到邀请参加阿里巴巴的 Co-Create 大会，另外也刚好想实地考察一下 Las Vegas 的生活和成本。大家都知道加州湾区的物价是很高的，所以这几年也有不少的加州人选择搬到 Vegas。一个原因是房价便宜非常多，另外一个原因呢是 Las Vegas 所在的内华达州没有个人所得税，所以光是房价加上税跟加州相比就能省上不少的钱。不过当然了，一个地方不可能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比如说像是天气啊、教育资源啊、医疗资源等等，就可能不如加州。而加州的贵呢，有时候也不无道理，像是工作和创业的机会、各种户外活动以及优美的大自然环境。所以这一次来，我就想考察一下 Vegas 的物价和生活环境，看看这里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毕竟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啊，我只能分享属于我自己的体验和经验。所以在这支影片里，我会带大家看我这4天在 Vegas 食住行的实际支出，还有我跟当地 Uber 司机的聊天。我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 Uber 司机。那最后我会把这几天的体验总结起来，跟大家说最后我的决定，究竟我会不会搬到 Las Vegas 呢？那这次来 Vegas 啊，我没有选择租车，主要呢是想多和司机聊聊天，了解当地的生活。那在和 Uber 司机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司机还开玩笑的说 Vegas 之所以没有个人所得税，是因为赌场班大家都交了。另外司机还跟我们说 Vegas 的车险价格比较高，那如果你也有在 Vegas 开过车的话，你应该能感受到过红绿灯稍微慢半秒都会被后面逼到不行。不过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建议在 Vegas 租车是方便很多的，特别是你如果出了 Strip 大道之外，不少的司机都会说他们平常其实很少会去 Strip， 通常都是游客去的。再加上 Vegas 天气非常的热，走路会很累。那如果住在 Strip 大街上的酒店，通常呢是会收取停车费的。像 MGM 集团旗下的酒店的话呢，一晚大概是20到40美元。那我这4天在 Vegas 打车总共是花了241美元。那租车的话呢，加上停车费和油费，其实价格是差不多，或者说会贵一点点。但是租车的话，灵活度真的大很多，而且你能去更多的地方。那如果你不是住在大道上的酒店，你是住在稍微离 Strip 15分钟车程距离左右的酒店，那大部分呢其实都是不需要收取停车费的。那这一次在 Vegas 我住了2个酒店，一个是 Paris Hotel， 首先是感谢金主阿里巴巴提供的免费住宿。那之前去了 Vegas 这么多次，从来都没有住过 Paris Hotel， 因为它的位置其实是位于 Vegas Strip 大街非常中心的位置，所以之前来的每一次都经过，但是没有住过。那酒店房间呢就是中规中矩，虽然酒店本身是有点历史的酒店，但是可以看出酒店房间内部都已经重新装修过，那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浴室非常的大，可以放3个人洗澡没问题。那瘦子的话应该是可以4个人同时洗都没问题，不要想歪啊，我只是打个比方。另外酒店如果是正对大街的房型，是可以看到铁塔和对面的百丽宫喷水池的。那 Paris Hotel 我看了一下，在平常的周末价格跟附近的酒店相比，其实是算是相对便宜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下，下个周末的价格是260美元一晚，而对面的百丽宫酒店只要440美元。那如果你主要是想要位置好啊，我觉得 Paris 酒店已经是完全可以的，毕竟它跟大街上其他的酒店相比是价格比较合适的。那它酒店楼下呢也有很多的餐厅。大街上的物价是因为位置的关系，比 Vegas 其他地方要贵不少。举个例子，在 Strip 的这间星巴克，一杯拿铁的价格是 8.75 美元税前。我在 Vegas 的另外一家 Downtown 的 Starbucks， 同一杯拿铁价格是 6.55 美元。
那我对比了一下我在湾区家里附近的星巴克呢，同一个拿铁的价格就是5.25美元税前。那如果你住在 Strip 上的酒店，凌晨饿了，有一家在威尼斯人酒店下面的 Grand Lux Cafe 是24小时开的，味道还行，非常大份。我们2个人吃2个菜，加上小费之后大概是56美元。其实我觉得那碟意面的分量吧，大到我是觉得可以吃2顿啦。除了阿里巴巴提供的大会酒店之外，那活动结束之后，我用信用卡的积分免费换了 Vdara 酒店。其实这次来 Vegas 的机票和酒店，我基本上都是用信用卡积分换的，不仅没花钱，最后还赚了200美金。想知道为什么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那如果你想了解美国信用卡攻略，怎么用积分换机票换酒店，享受很多免费的福利，留言告诉我，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有兴趣。那开箱一下 Vdara 酒店，它跟 Aria 都属于 MGM 酒店，其实跟旁边的 Cosmopolitan 酒店位置呢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天桥把这3个酒店都连在一起。 Vdara 的定位呢是给一家大小住的公寓式酒店，因为它楼下是没有赌场的，酒店房间里面有微波炉啊、电磁炉啊等等，非常方便家庭或者是出差的朋友。另外 Vdara 酒店房间也比 Paris Hotel 要大很多，住起来舒适度更高。从 Vdara 酒店2楼的天桥就能走到 Cosmopolitan 酒店，那楼下的餐厅选择是超级的多，有 fancy 的餐厅，也有 food court 的小吃，但是走了一圈吧，我觉得大部分还是白人饭，另外也能预料到会很贵，所以我就打算打车去一家很多人推荐的餐厅喝早茶。那去的途中呢，也和司机聊了聊天。 Well, it's nothing personal, but it's because so many Californians escaped here, Yeah. causing the prices to go up. Yeah, that's why we heard. The one downside of Vegas is the cost of car insurance. This place has a lot of accidents, a lot of uninsured motorists who I probably aren't really from the state or even the country. Yeah. 24 access to booze, those combinations. Right. Car insurance is fairly high compared to where we were. 这家很多人推荐的早茶叫做 New Asian BBQ 新松记。过去的时候已经非常饿了，一坐下来就阿姨推车过来问吃什么，从进餐厅到坐下不到3分钟就喝上粥了。那我自己是广东人啊，我觉得口味很正宗，好吃。在我点的菜里面，唯一我觉得不好吃的是烧麦，其他的菜我都觉得很不错。我们2个人加上税是吃了65美金。那平均每一个人大概是32左右，其实没有比我想象中的 Vegas 物价便宜。我们叫的菜也没有特别多，基本上就是正常的量。那如果有观众是住在 Vegas 的话，可以留言说说这个价格在 Vegas 算是正常的吗？那我个人感受的话，这个价格在湾区的话算是正常的。那这次参加阿里巴巴的活动，算是看到了2个偶像 Shark Tank 的 Lori 和 Damon。那 Shark Tank 基本上我每一期都会追，截止到本期影片录制的时间 Shark Tank 已经播了16季。如果你没有看过 Shark Tank 的话，简单介绍一下，它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创投真人秀节目，每集会邀请创业者向5位投资人 pitch， 争取5位投资人的投资。那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认识到了一位曾经上过 Shark Tank 并且成功拿到了投资的朋友，还和他做了一个小专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follow 我的频道或者是 IG 账号。那晚餐我去了一家日料店叫 Hachi， 一进去就看到墙上挂满了名人的签名，很多是日本的明星啊、体育明星。那虽然我大部分是不认识啊，但是看起来就是很正宗的店。味道确实很好，特别是它的 sashimi 刺身鱼很新鲜，非常鲜甜好吃。有趣的是，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韩国叔叔竟然也是从 Bay Area 过来旅游的，而且跟我住在同一个酒店，太有缘了。聊完之后他还订阅了我的 YouTube 频道。那晚餐过后回到 Strip 上的酒店，偶尔看到了一个大妈玩老虎机，200多美元赢了3000多美元。其实虽然来过 Vegas 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赌过，从小就被大人教导十賭九輸嘛。但是这一次和上次在 Vegas 都看到有人玩老虎机赚钱了，上一次是看到有人赢了 Jackpot。当然我知道老虎机的设计其实就是概率，肯定是有人会赢钱的，但是大概率是输钱。不过在看到阿姨赢钱之后啊，还是守不住诱惑，所以我就打算走去别的酒店
找阿姨玩的这台机器。那我就走到旁边的百丽宫酒店，经过一个中间的花园，里面的布置应该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吗？反正很好看，非常出片。那继续讲回那一晚上玩老虎机，我相信你应该也猜到结果了，看到有人赢钱，看到有人中 jackpot， 但是自己去玩的时候吧 anyways 难得来一次嘛，只要不上瘾，设定一个止损的金额，那就当放松吧。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本来我们是打算去酒店附近的一个博物馆，看照片挺美的，但是去看了一下门票，一个人要60多，然后我就决定拿这个钱玩老虎机算了。虽然最后输的钱远远比这个门票要多，但具体金额我就不说了哈。但反正都是归属娱乐类的消费嘛，做人最重要就是心态要好。第3天的早上，我去了 Art District， 这里有很多卖复古衣服，还有 vintage 家具的小店，还有各种小资的咖啡馆和画廊。我去了一家评分很高的咖啡店，叫 Vesta， 一杯拿铁的价格是6美元，其实和湾区是差不多的。喝完早餐之后，我就在附近逛了一下。我在之前的一个美国生活成本大公开影片里面提到，现在很多美国年轻人都喜欢复古和二手的物件，在西方文化里，二手东西有时候比新的还更有价值。买二手不一定是为了省钱，更多是出于环保、潮流和个人品味的考量。比如说这家店里有一个旧电话，标价200美元，另外一家家具店里面的这个二手床头柜居然要1100美元。这些价格对我们亚洲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但很多潮流品味没有统一的标准，更多上是文化上的差异。那晚餐我去了一家朋友推荐的日式意大利餐厅，味道很好。在同一个 plaza 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日本餐厅。那我们2个人点了3个菜，加上小费，最后是82美元，人均大概是41美元。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就去了很多当地人推荐的 Vegas downtown， 大概离大街15分钟的车程。打车过去的时候，途中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 Lyft 司机叔叔。 I got 5 escort girls that I drive around, black girls that I drive around all night long. That I drop them off at all the casinos. They pay me cash, so it saves them money. Yeah. These are all my escort girls that I drive around. She's like my best friend. She's actually a real escort. Wow. She's $1,000 an hour. Okay. And that's no sex. Oh. That's strictly. She's called arm candy. Oh. Like she just walks around with guys and that's it. Yeah. So those are the girls I drive around all the time. That's nice. Yeah. One of them told me one night, it's like, because I become their friend. They sit up in the front seat with me and all that stuff, and it's just like, oh, it's so good to get in the car with you, because If one girl put it pretty, she goes, we manipulate men all night long. That's what we do for a living, don't we? I know what you do. And she's like, yeah, but to get in the car with you and have you be my friend and not paw at me and gawk at me and you're beautiful. She goes, it's just so comforting. 那这几天呢，我做了不少的 Uber 和 Lyft， 每一次我都会问司机关于 Vegas 的生活感受啊、物价啊，还有周末去哪里玩呢？总结起来就是户外活动不算多，因为夏天真的太热了。但是 Downtown Fremont Experience 是很多当地人都推荐我们晚上去的地方，在夏季经常会有免费的 live music。 我们去的这一晚呢是周六，这条街上就有3个乐队在同时表演，非常的嗨。头顶上还有巨大的 LED 天幕，偶尔会有人从头上玩 zipline 飞过，整个氛围就好像很多人在一条街上开 party， 还有 live band， 还有各种赌场、餐厅、酒吧环绕在旁边。再往前走大概10分钟，就有一个小公园叫 Container Park， 这里门口有一只超大的金属螳螂，每隔15分钟就会喷火，还蛮搞笑的。其实 Container Park 的由来也很特别，它是由货柜改造而成的社区式公园。2013年由 Zappos 的创始人 Tony 谢家华主导而建，当时他把办公室搬到了 Vegas Downtown， 希望透过社区改造带动整个 Downtown 的活力。 Tony 谢家华不仅对 Vegas 的影响很大，其实对我个人的影响也很大。我记得在我刚刚做电商的时候就看了他写的书，中文名叫《传递幸福》，可以说这本书影响了我之后做电商的整个思维和对客户体验的重新理解。书里面讲到公司文化和快乐的关系，在卖产品的同时，其实更重要的是如何把体验和幸福感传递给客户。在 Container Park 里，我突然想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他传递幸福理念的实体化，有音乐，有酒，有小孩的欢笑声，还有会喷火的金属
术糖囊，把生活和社区连接在一起。公园内部是一个长方形类似四合院的结构，中间是小孩玩的滑梯和草地，周围环绕着酒吧、奶茶店和各种小商户。舞台上有 live band 在表演，舞台下有小孩在草地里奔跑，家长们则一边在聊天，一边在喝酒，一边在听音乐。老实说，这可能是我这次来 Vegas 最喜欢的地方，毕竟有酒、有音乐、有小孩的笑声，还有会喷火的糖囊，这个组合确实是有点奇妙。那虽然这次住的 Vdara 酒店是用积分免费换的房费啊，但是提醒大家 Vegas 很多酒店都是要额外收取这个 resort fee 度假村费用的，比如说 Vdara 每晚的 resort fee 是62美元，所以建议大家既然都收了这笔钱呢，就一定要把酒店的设施用好用满，比如说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不要白花这个钱呢。另外 check out 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明细的账单，虽然很多 Vegas 的酒店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完成 check out， 但发来的账单一定要仔细看。我这次呢就遇到酒店多收了我几个费用，原因是房间里的感应器被误触了，不小心碰到了瓶装水啊，他就直接扣钱了，一瓶水10几美金。好在我去前台说明情况之后，酒店很快就退款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退房的时候要检查账单是否有误收费。check out 之后，我们来了 downtown 的一家咖啡馆加 brunch 的店叫 Public Us， 这里的物价就比大街合理多了。我们2个人点了2份主食加2杯咖啡，一共是47美元，价格比湾区便宜，这比较接近我心目中的 Vegas 的物价。这家咖啡店的咖啡好喝，食物也好吃，点单的小哥哥还很帅，我个人是非常推荐。那吃完 brunch 之后呢，就在附近逛了逛，接着就打车去机场了。结果遇到了飞机 delay， 先是 delay 了1个小时，好不容易登机了，过了1个小时，机长突然开广播说这架飞机 out of service， 需要换另外一架飞机。虽然比原定回湾区的时间晚了不少，但还好这趟机票是用信用卡积分换的，加上延误，航空公司还补偿了我们200美元的 credit， 可以用来抵扣下一次机票，那就等于说空手套白狼了200美元。那影片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次考察的想法。我的结论是，我应该是不会搬来 Vegas， 虽然房价是比湾区低不少，没有个人所得税也能省下好多钱，但是跟不少司机和当地人聊下来，我个人觉得户外活动有点少。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就是去 hiking， 还有去沙滩躺着。所以如果搬来 Vegas 的话，估计会少了不少这方面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都是远程的，不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家人的工作， Vegas 的机会相对湾区来说还是少一点。另外物价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便宜，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有点爱上玩这个老虎机了，不得了啊！如果搬过去的话，可能最后省下来的钱最后还是会以别的形式还回去。那因为有了200美元的订机票 credit， 虽然去远一点的城市肯定是不够的，但是最后还是想问问大家，你们会推荐哪个美国城市适合冬天去玩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想看更多有趣内容，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